我叫赵扣扣，是太子于死人堆里捡回的孤女。他将我养在别院，按圣上喜好养成病弱美人，只为巩固他的太子之位。此人在面见圣上的途中意外惊满。此心随空流，巍然不悔。望尘世间，看红尘是非。被当朝首辅顾桓之所救，因在众目睽睽下与坏男友肌肤之亲，我成了一枚无用的弃子。但意料之外的是，首辅大人前来向太子殿下求娶赵扣扣。顾桓之，他竟求娶于我。首辅大人果然恪守礼节，本宫这便准备嫁妆，将扣扣送入贵府。有劳殿下。但成婚当夜，他没有碰我。后续整整3年，我们也都未有夫妻之事。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。我不能就这么认命。夫君，你看看我。夫人这是何意？夫君，我想同你圆房。这一次，他会要我吗？明日上有早朝，公务堆积，夫人，请自重。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。我的扣扣，居然也学会主动了。要出门？是啊，刘夫人邀我过府一叙。路过稻香斋，新出的藕粉桂花糕。谢谢夫君。早些回来。嗯。坐，妹妹今日气色可真好，看来和首辅大人很恩爱嘛。啊，姐姐，你莫要取笑我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咱们做女人的，光靠男人可不行，关键这手里呀，还得有点自己的，踢几钱。姐姐我这儿啊，有条财路，就看妹妹你敢不敢干了。什么财路啊？那写话本儿，就写什么才子佳人闺房趣事。如今经理的夫人和小姐可爱看这个了，你写好以后，我找铺子去卖，收益咱俩对半分，保证妹妹你啊，能攒下不少梯级。可是，这怎么行啊？若是被人知道，怕什么？用化名，这内容越刺激啊，卖得越好。你想想，这手里有了银子以后，哪怕将来真到那步，咱也有个傍身的退路，不是？不用看人脸色，多好啊！啊！
刘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好，我写。你不是厌恶我吗？那我就把你写进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哎，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书里的首府大人啊，又霸道又温柔，又是书房调情啊，又是送桂花糕的，比我家那个木头啊强多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位才女所喜，当真大胆。最喜欢这一段了，你看。夫人，你的读者们可都等着你呢，什么时候写下一话呀？我得想一想下一话的内容吧。累了一日，腿都酸了吧？过来，为夫给你揉揉腿啊！我去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林大哥，你看了吗？最新的那一话，首府大人亲手给夫人揉脚，揉着揉着就……闭嘴，休得胡言。不过，你说大人看过了没有？夫人，这才半个月，竟有这许多分红。原来赚钱是这样快活的事。有了这些，就算真有停妻再娶那么一天，我也不至于流落街头。哼，你看不上我，自有别人欣赏我的才华。首府大人到。启禀首府大人，近日城中流传着荒唐的话本，恐怕会影响大人的英明啊！女子生涩的跨坐在他腿上，半桌的献上亲吻。今日路遇到香斋，想着你爱吃这个，便买了些新出的藕粉桂花糕。首府大人声音温和：“大人，此画册最新一话更甚，居然……我家扣扣原来喜欢这样。此书盈利尽数充公。至于执笔者，抓过来，我亲自审。”妹妹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了？查禁了。官府开始全城搜捕画本作者，说是有辱首府名誉，要严惩，还要抓捕审问。我得赶紧出城，你也就此罢手，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是你写的啊！抓捕审问，还有这些钱，你先拿着应急，我得先走了。不行，万一真的查出来是我写的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大人，按查已有眉目，首府娘子一书流传甚广，操笔之人，可要立即捉拿归案。捉拿，押入死牢。夫人，你还是进去说话吧。娘子深夜不在房中好好安歇，跑来书房做什么？我想你了。哦，是吗？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就像上次那样。对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夫君，夫人在门外蹲久了，腿酸了吧？为夫给你揉揉。这么小从眼睛开始，
下次把这段也写进去。好。果然是你，夫君，你怎么用这种方式？诱公。夫人是自己招呢，还是我来审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若不是夫君我怎么会写这些东西？这倒成了我的错了。不是。破坏我名声，揣测我的心思，还把我们的闺房密事写给全京城的人看。你说这笔账，我们该怎么算？夫人，扣扣，来人！大人，夫人这喘气乃是胎里带来的弱症，最近情绪大起大落，日后万万不可再受刺激呀！知道了，有劳大夫。大人，这首府娘子的作者还用抓吗？抓，犯了病我跟着一起伺候。你意下如何？属下明白了，告退。你醒了。刚才你诀窍也要字？那画本的事，来日再发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明日随驾南巡。传令下去，禁书一事到此为止。是。听说江南风光与京城大不相同，今日天气好，晚上就去夜市逛逛。是夫人。走。大人，朝堂上乌娜家族我一事，听姐姐说外面可好玩了，走吧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已安排暗卫跟着去了。继续吧。香包，你看，来姑娘看看，这是我们家卖的最好的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40文。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。哎呀，夫人好眼力啊，这是最新到的款式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来糖葫芦啊！又香又甜的糖葫芦。夫人，想吃就买一串吧。街上吃东西成何体统？走吧。看一看了啊！来糖葫芦哎！糖葫芦怎么卖的？夫人，是否愿算上一罐？先生，有劳。蜂鸟离巢，南向而鸣。姑娘，你命定的缘分早已在身边，看似远在天边，实则触手可得。触手可得。多谢。这位贵人也要问卦，是故莫爱着，爱别离为苦。若无爱无恨，亦即无肌肤。贵人是要一生羁绊，还是从此洒脱？此中抉择在你一念之间。
这都是你看中的东西，是不是大人让人送的？顾欢之，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那卦象又是什么意思？南巡晚宴，各位大人，这是新的入座。真好啊！你看咱是这小猫戏那位就是首府夫人吧？真不错，真是绝色美人。怪不得首府大人成婚3年都不肯纳妾。唉，再怎么绝色又有什么用？嫁进顾家3年，这肚子半点动静都没有。此次南巡路途辛苦，顾首府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本宫看了着实于心不忍呐。淑贵妃言重，南巡是分内之事，更何况臣妻寇寇很是之冷耳。听说江南女子多才多艺，又是水做的，本宫特意找来了这几位，不如就赐予首府。首府夫人想必是不会介意的吧？贵妃娘娘厚爱，是夫君的福气。寇寇代夫君谢过娘娘，这就为几位妹妹安排好住。谢过娘娘，只是顾家祖上立有家训，子孙后代皆不可纳妾，臣不能破了这规矩。各位大人，宴席已备好，请各位大人移步。左东篱道。张大人，请。哎呀，夫人还真是大度。他怎么身上气了？上次那个画本你看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好喜欢里面的那个男主啊！妹妹，瞧见了吗？为何要分析？此刻楼上恐怕正在莺歌燕舞，纸醉金迷了。姐姐是说楼上有女子作陪，笼络众臣惯用的伎俩罢了。你家首府大人在楼上，指不定正被一群美女围着敬酒呢。夫人，我跟你说，隔壁那条街的春风楼风光甚好，特别是那偷拍公子的情谊，更是好极。夫人说什么呢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春风楼头牌，娘子还真是见多识广，连这种地方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，真是博学。夫人醉了，随我回家。好，回家。凭什么你身上沾着别人的香味，我却连说句话都不行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扣扣，过来。为什么不听话？夫君方才不是在楼上玩的挺开心吗？找扣扣做什么？我比不得那小官儿。歪理！不可以这……什么歪理？给我说说。不可以，这还是在马车上。扣扣，如果爱是在做游戏，我该如何才能平息？平静相遇，不能和你重叠这轨迹。你家首府大人在楼上，指不定正被美人围着敬酒呢。无法跨过的距离，
他不愿，是我吓着他了。他把我当做什么？也是那些在宴席上讨好他的作陪女子吗？石龙大人，驿站到了。夫人，首府大人是怎么了？他能怎么了？怕是被宴席上的美人香气熏迷糊了。可我刚听见隔壁在传太医呢，好像被轰出来了。太医？我管他做甚？夫君，既然夫君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没声音了？夫君，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？这水这么凉。走，我拉你起来。走。我不走，这水这么凉，你不能再这么泡在水里了。狗狗，听话，快走。首府大人，你宴会上中了欢好散，此毒无解，必须不可强撑啊！所以他在马车上才会，他不是厌恶我，只是以为我不愿，所以不碰我。首府大人，首府大人，你们都退下吧，我会照顾好首府大人的。这首府夫人嫁过来3年都是分床睡，今夜怎会在首府大人房中？行了，不该打听的少打听，走吧。啊，走。狗狗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夫君，我是愿意的。夫君，我是愿意的。不后悔。弱点开始总是总是切切心心绵绵语，情和我愿，然后总要轻轻渐渐条条渐渐离，反和我选，最终总会老走的更心心渐渐离，也和我愿。爱风月无边，隐忍住生的悬念。开始总是总是切切心心绵绵语，情和我愿。此刻已是卯时了，这首府大人怎么还未到呀？这可是首府大人上位3年以来第一次迟到，可不是嘛！首府大人到！参见首府大人。走。什么来信？收到来信，目前圣驾南巡路线已经泄露，可能有贼人行刺。意料之中。吩咐下去，继续加强防卫。是。首府大人，夫人醒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散了吧。
首府大人今日真够清闲的，这又是迟到，又是早退，嘿嘿。夫君，轻一点，痛。Coco， 叫哥哥。夫君，轻一点。Coco， 叫哥哥。真不妥吧？哥哥，你怎么喊？我不是都已经叫了吗？叫顾哥哥。顾哥哥，乖。登徒子，昨天嗓子都喊哑了，才肯放过我。小妍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夫人昨晚多有劳累，有什么要做的，夫君代劳。我不要你，我要小妍。夫人，我去取了早膳。放开！我想起来我还没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平时都跟我一起用膳的，你回来。Coco乖，我家夫人终于开窍了。都吐3天了，都不见好，倒不如别啃我了。那下回轻一点。明日我想和刘夫人出门游玩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这3天你都不让我出门，前2天我腿脚酸软也就算了，我现在已经好了，为什么还不许？收到来信，目前圣驾南巡路线已经泄露，可能有贼人行刺。这几日你哪里都不许去。看好夫人，失职者死。是。夫人不好了，刘夫人出事了。什么？我去看看她。你们，我可是首府夫人，你们不许拦我。首府大人有令，夫人不得出房门半步。我与刘夫人交好，我一定要去看她。夫人，你是要爬窗吗？这可使不得，您从小身子就弱，万一没站好摔下去。别出事儿。我虽然从小体弱，但在顾府养了3年，这才2楼，不碍事的。夫人，小妍，看到了吧？我下来了。夫人，我也下来陪你。不用，你就在屋里好好待着，别让他们发现屋里没人了。我去就回。首府大人，夫人她去探望刘夫人了，是否需要把她带回来？她怎么出去的？从窗户出去的。娇养了3年，胆子倒是大了些。要把夫人带回来吗？
明日我想和刘夫人出门游玩。不必了，派人暗中看好他。是。姐姐，妹妹，快坐。姐姐，我就知道你要来，难为你家首府大人肯放你出来。姐姐，你怎么会突然惊马摔车，还摔成这样？我也不知怎的，明明那马平日里是最温顺的，大夫说要静养数日，恐怕不能和你一起游玩了。看好夫人。难道他为了断我出门的念想，才……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？啊！真的是他做的吗？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首府夫人，抓住他！快去禀告首府大人！追！抓住他！要活的！有叛军！叛军在街上，他们的目标是首府夫人。这可不合适！首府夫人呢？黑马，你是首府大人不可呀！世上昏迷未响，南巡途中只有你一人可主持大局啊！兵去便是，何须大人亲自前去啊？是啊，不可啊！不可去啊！不可去，大人！大人三思啊！来，干杯！干杯啊！前一阵就知道圣驾南巡路线了，今天终于是得手了，憋死老子了！要不是那首府谨慎防范，我们早该得手了。是啊！来，这几日你哪儿都不许去。原来他不许我走动，是为了保护我，而我却……这种时候，我怎么会想起他？我想到的竟然是他。柔佛夫人，你家男人可把我们害得不轻啊！要不你补偿我们两个，还没尝过此等角色。啊！别躲啊！扣扣，一上啊，徐徐绿阴符，光阴宫阙，所闻今夕是动无其处，情不血。动无其处，死！首府大人何须动怒啊？夫人安好无恙，只是她能不能安然的回到大人身边，就要看大人能不能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条件，淑贵妃，好。你敢！我是无乃氏之后，我是太子的生母。是啊，首府大人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淑贵妃乃是太子的生母，更是陛下的女人，此女将皇家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是啊，万万不可呀，首府大人。不可呀，大人！
是天底下最年轻的首辅，人人都说他眼中只有权谋，是没有感情的怪物，他怎么会？首辅大人，率杯为号，一同交换人质。一瞬间，激情拥抱，无处可逃。快走，走！快走，快走！这边，过来！Coco， 好啊，好啊 ，Coco， 好，好啊 ，Coco， 你是谁 ？Coco， 你是谁？顾环之，这是顾大将军的独子，快喊顾哥哥。Coco， 顾大将军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维护家国战死沙场。现在轮到我们保护环之了，知道吗？那哥哥会保护我吗？会保护好你的。好啊 ，Coco， 好啊，快跑！顾哥哥，我跑不动了。来，过来。顾哥哥，你不要丢下我。顾哥哥，你不是说过会保护我吗？为什么要丢下我？那是梦吗？不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我的记忆。Coco， 顾哥哥，顾环之，原来你与我早就相识。Coco， 因为你不敢与我相认，因为你当初丢下了我。Coco，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到底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说过你会好好保护我的，可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？Coco， 你知不知道我被太子收养，可他养坏了我，就因为皇上喜欢病弱美人，他要把我送进宫选秀。所以，选秀那日你早就认出我了。那场经骂是你有意为之。不是的 ，Coco， 你听我解释。所以这3年，你见我如履薄冰，见我小心翼翼，见我百般讨好，觉得我很可笑，是不是？我是一个笑话吗 ？Coco， 你别离开我，我求你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若能参透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牵引。我讨厌你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。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他吃饭了吗？首辅大人，夫人这几日闭门不出，送进去的饭菜原封不动的送了出来。再这样下去，
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藕粉糖糕，外面卖的你不喜欢，这是御膳房做的，800里加急，刚送到。天冷，这是你最爱喝的糖水。我不喝。你若不喝，我便停了膳房，让南巡上下所有人陪你一同不吃。你个疯子！对，我是疯。你若是出什么事，我只怕会更疯。首府大人可满意了？再吃一块糖糕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去叫太医。可能是刚才吃的太急了。可是我没事。夫人，刘夫人来看你了。是刘夫人，她腿脚好了，来看你了。夫人，你怎么又在贪睡啊？她腿脚好了。快带我去梳妆。来，妹妹，姐姐，你脚好了吗？还疼不疼？养了些日子，早就不疼了。不过一想起这我就来气。你可知那日为何策马翻车？都怪陈氏那个贱人。原本在京城的时候，他一直缠着我家官人就罢了，那日更是想要以官人的身份去参加宴席。我呸！他一个贱妾，也配？官家宴席只能带正房娘子，不能带妾的。那是自然，所以他心生妒恨，这才在我的马车上动了手脚，这才惊马翻车。什么？你也没想到吧？原来那日不是顾欢之。来，快坐，不提这个了。对了，你近日和你家首府大人如何？我这次来看你，本以为他不语，没想到居然亲自来迎我，还跟我说你受了惊，心情郁结，让我来逗你开心呢。他跟你说了这些话？那日叛军的事我可听说了，你家首府大人居然绑着贵妃亲自去唤你，真是威风啊。他丢下过我是真，可他舍命救我也是真的。顾欢之，到底哪一个你是真的？大人，您何苦要作践自己啊？属下10年前就跟着你，跟着您收复顾大将军的旧部，跟着您一步步到了首府。属下知道您拼了命的往上爬，就是为了找到夫人。一点小伤，无碍。您总说无碍，可属下们都看在眼里。您以为自己可以瞒得过天下人，可您瞒不过我们这些跟着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。这些年来，您为了寻找夫人，多少次死里逃生，可他……只是他那日为了救我受的伤。他也是人，不是刀枪不入，怎么会不受伤？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？那年分别，我被太子收养，可他难道就好吗？你这心伤是为救我所致，那你这旧伤呢，又是为何？也是为了夫人您啊。林峰，够了。大人，就算您罚我，我也要说，当年分别后，大人就像疯了一样的寻找夫人你，多少次重伤垂死，他都咬牙挺过去了。他总说，只要能找到夫人您，这一切都值了。可夫人您，
怎么？传太医，传太医！是。有了，夫人，您有了。夫人，您有了。有什么？你是说？是啊，夫人，2月有余了。我的肚子里真的有宝宝了吗？这个孩子会影响Coco吗？他身子弱，如果有风险，我宁可不要。夫人虽体弱，但正值壮年，加上这些年精心调养，只要好好保胎，定能顺利产子。Coco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。当年的事情，彼此各有难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夫人，首府大人好大的手笔啊！要把这房间里的东西全换了不说，还严查防护，禁止房间里出现任何可能会伤害您的东西。就比如那个桌子，明明用的好好的，非说桌脚太过锋利，一定要给它换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火灭了！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我想休息了。是。夫人的心情还是在啊。都坐仔细点，去那边看看。好，跟上，去那边。我哥哥，我饿，我好饿。Coco，他们还没走，我们不能出去。好饿。Coco，快醒醒 ！Coco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我哥哥，我想睡觉了。Coco，不能睡啊 ！Coco，你不能睡。Coco， Coco， 你怎么样了？顾哥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去那边。快走，在这里，快抓住他们！站住，别跑！快抓住他们！好啊 ，Coco， 好啊，快点！好啊 ，Coco。我哥哥，我跑不动了。来，过来。我哥哥，你不要丢下我。Coco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他们引开，再回来找你。哟，太子殿下，这姑娘俊俏着呢。您不是要培养女奴送给皇上吗？哼，带回去养着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他没有。他没有丢下我，他是去引开这边。是太子把我带走了。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夫人，
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怎么了？我想你了。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故事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斩断宿命护你的笑颜，哪怕生活。浮生若梦，为花几何？我都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当时没有丢下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顾哥哥。不哭，哥哥不哭。你先放我下来。哥哥。赵家的血仇和当年的事，我会让他们百倍奉还。我答应你，就一定会做到，绝不食言。我说过，我也相信你。首府大臣将重翻顾将军战败殉国一事，他居然敢翻旧账，要查当年顾大将军的死因。太子殿下。若是让顾首府知道是您当年把军情泄露给外敌，才导致他父亲顾大将军战死沙场，那谁让你西湖的不为我所用？当年我与三皇子争夺太子之位，那老东西居然敢针对三皇子，他该死！本宫的母亲前几日才被囚禁，舅舅吴乃大将军更是被革职，还是被他首府大人亲手革的职。莫非？他查到了什么？当年顾大将军死后，他手下的部将群龙无首，顾桓之更是只有10岁，可没想到他收编了他父亲的部下，且一步步爬了上去，成了当今首辅。血滴子何在？刺杀顾桓之。是。前几日我还跟小云说，江南的夜游船是最浪漫的，但因为见识不到了。是谁从夜拽下一缕光？江南已沉寂的心。别！扰了我夫人的兴致，该死！要杀便杀，休想从我口中问出半个字！太子，你终于按捺不住。可可累了，睡吧，父亲陪着你。
首府大人，乌娜家族江南盐税一事已有眉目，盐田是其核心产业，一旦波及，乌娜家族便真正没了财路。继续查下去。太子惊了扣扣，那就让整个乌娜家族的人偿命。是。南巡官员回朝。啊！他居然没死，怎么可能？太子殿下，许久不见。首府大人，南巡路途劳顿，辛苦了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桓之啊，朕一路颠簸，朝中一切事务暂且交由内阁定夺。臣遵旨。皇上龙体未愈，由本首辅代理朝政。有事上奏。首府大人，近日听闻一桩喜事，听闻首府夫人赵扣扣已有身孕，本是好事，但她入府3年都无动静，怎么偏在叛军挟持她之后突然怀上了？莫不是本宫义妹肚子里的孩子，并非首府大人的？首府夫人贤良淑德，全城皆知。你这般诋毁她的清白，究竟居心何在？赵扣扣乃本宫亲自认下的义妹，她若真遭此非议，本宫何尝不痛心？可此事事关首府大人的名誉，更关乎顾家子嗣血脉，本宫即便心痛，也不得不大义灭亲，替朝堂辨明是非。太子想如何辨明是非？若他赵扣扣失了清白，乃事实，本宫亲自赐死，以正顾家家风。事实就是本座亲自带兵去判官营地将他救下，数10位官员皆可作证，这便是事实。没错，我也都看到了，都可以作证。南巡路上，父皇突发恶疾，至今未愈，一切事务都交由你打理，那岂不是你说什么，什么就是事实了？当日叛军3番有余，一介魂官，又是如何在重重包围之下将人救出？你可有证据？这背后的心伤，便是证据。这怎么受了如此重的伤啊？太子说本座是文官，可是忘了本座姓顾，镇国顾大将军的顾。该死，莫不是真的查到了什么？都这个时辰了，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夫人，该喝安胎药了。今日这药怎么这么酸啊？还有点发苦。夫人，这药有毒。夫人，我们……小英别慌，去请医师来。记住，莫要声张，就说我今日不思饮食，请他来把平安脉。好的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医师，请。夫人，这药里掺了落胎草的根
肾虚，此药罕见歹毒，寻常诊断很难被发现。如果长此服用，最后只会变成死胎呀！死胎？敢动我的妻儿，找死！就算翻遍整个京城，我也不行。若是这样，不仅会打草惊蛇，还会引起他人议论顾家子嗣。夫君，若是你信扣扣？我信。医师说此药罕见，下毒之人必要出门采买，或是府内有外应。与其打草惊蛇，不如加强防守，引蛇出洞。住手！你是谁？快放开我！竟敢往夫人的安胎药中下毒，好大的胆子！首府大人，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开口？我是有人逼我的。那个人说，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，就杀了我萧家的爹娘。他是谁？奴婢不知道，他只是每日让我丑事3克，到后院小门拿取药粉，然后放进夫人的汤药里。别的我真的不知道。带走。是。首府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首府大人，还差半刻钟便到丑时了，留活口。是。老实点。扣扣，夜深了，你这件事事关我们的孩子，我要留在这里。说，奉神的命令来送毒粉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只是路过。你带着东宫特有的银铃镯，你敢跟我说你只是路过？你是何人？你怎么会知道东宫银铃镯？东宫太子好培养柔弱女人，以孩童尺寸定制银铃镯。若是女奴发胖，就会被逐出东宫。我在东宫待了数十年，又怎会不知？是你？你不是太子殿下亲自认下的义妹吗？你是太子要杀我，是吗？不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是太子要害我们的孩子。我在，扣扣，我在。对不起，是我思虑不周。不是的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是孩子的母亲，我们一定要夫妻同心。我的扣扣终于长大了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去顾府搜药的裘文被顾焕之的人给抓了。废话，一群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殿下息怒，事已至此，赶紧想办法。若是当年江南赵家灭门，泄露军境害顾大将军战死的事被翻出，别说当皇帝了，我这条命都保不住了。对，我去找父皇。顾怀之啊，顾怀之，你权谋心机再深又如何？天底下最有权势的人是父皇。乌纳大将军可是跟着父皇打天下的老臣，却被你这个首辅搁置。你可知道，父皇老了，他最忌讳的就是功高震主。
宣首府顾桓之觐见。臣参见陛下。桓之啊，昨日太和殿上的事儿，朕听说了。你夫人出身太子府旧人，又被叛军，如今朝堂之上非议不少啊。陛下，臣以为男子立业在自身，与妻子身世无关。臣的妻子寇寇是曾经被太子收养，但太子认她做义妹，恪己守礼。寇寇更是在叛军动乱中受苦受难，臣护她，信她，天经地义。至于朝堂非议，臣自会处理，不会因为流言蜚语影响朝政，更不会让臣妻受半分委屈。今日众臣对你革职乌纳大将军一事多有不满，纷纷上书抗议，说你行事太过刚硬。乌纳氏乃是开国功臣之后，一切交出亲卫精兵兵符，朕总要给众臣、给乌纳家族一个表态。臣遵旨。大人，你又何必交出兵符？那可是训练最有素的顾家暗卫啊！我不愿寇寇因此遭人非议。如果我不交，他们将寇寇被叛军挟持一事大肆声张。夫人又不会因为非议而受到伤害，不过说两句，说两句也不行。来糖葫芦喽，又大又甜的糖葫芦。廷丞，糖葫芦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大人，来一串吗？给我挑个最大的啊！好。要是被别人看见首府大人这个样子，怕不是要被惊掉大牙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是否需要加派护卫，守在夫人院外？太子既已盯上寇寇，府中防卫挡不住阴招。今郊别院清静，明日便带夫人过去静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收拾别院，安排护卫。小云，你别闹这样啊！寇寇，我这次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从青丝一路白发，街道是它会动了。人家。不认真满地残花塔，相逢离散。若是能一直这样，便是此生圆满。奈何交盼不应梦破家。夫人，加把劲儿啊！胎位已经正了，孩子就快出来了。夫人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夫人，坚持住！大人，夫人疼了3个时辰，身子又弱，怕是撑不住了。大人使不得，男人入产房会沾上晦气的。那是我妻子，沾什么晦气？寇寇，夫君，我没力气了，若是一定要杀我儿子。什么生母包子？寇寇，你看着我，寇寇。若是你有事，我绝不躲火。生了，是个健康的公子，夫人平安。辛苦你了，以后再也不生了，不生了。
人太过分了，我去采买胭脂，听到有人嚼舌根，说什么啦？说小公子不是首府大人的孩子，是当年被叛军劫持。叛军之事过去快1年了，怎么现在才开始有流言？还是说早就有了？是夫君他替我挡下来了。知道了。夫人，你怎么还不急啊？这事儿要是传到首府大人耳朵里，恐怕他早就知道了。前朝的压力，外面的流言，他都一个人扛着，就是不想让我担心。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事，就是跟他同信。他在外面遮风挡雨，我在这个家守好这个家，护好念安，才是最要紧的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太后娘娘懿旨，听闻首府大人诞下贵子，特召顾夫人携小公子入宫一叙。有劳公公，容我更衣便去。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人一走他就上早朝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要不奴婢现在就去宫门口找大人。不必，太后这个时候召见，摆明了是想趁夫君不在。我若推三阻四，反而显得心虚。我必须亲自去一趟。可是夫人，放心，这孩子长得真好。扣扣，哀家听说你自幼身体就不好，如今嫁入顾家，可得好好调养。多谢太后关怀。臣妇幼年家中突遭变故，受了惊吓，身子是弱陷，被太子收养时已落下病根，许多事情也就不记得了。真不记得了？难不成太后真要对我直接动手？首府大人，没有准许，你不能擅闯慈宁宫。太后安康，听闻太后召扣扣入宫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首府大人为何如此紧张？哀家只是喜爱扣扣这孩子，召他进宫说说话，看看孩子罢了。扣扣还不足月，按理不该出门。若没别的事，臣先带他回去了。首府大人原来还是个痴情的，哀家只是过来见见他，你就这般护着他。扣扣胆小，恐扰太后清静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扣扣拜别太后。从一介孤女到如今的首府之妻，扣扣，你的日子该知足了。往事如烟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夫君，你怎知我在宫中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？夫君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那可是顾大人，权谋天下，当今圣上都要忌惮的顾大人，居然因为夫人落了泪。任何事情都没你的安危重要。以后不许你再以身犯险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不能。我知道了。我带你见一个人。老奴参见夫人。快起来！您这是？老奴是齐妃娘娘的贴身陪嫁。齐妃？是的，就是10年前在宫中暴毙的齐妃娘娘，她也是夫人你的姨母，你母亲的亲姐姐，是你母亲的亲姐姐。你母亲和你姨母是亲姐妹，
当年一同出嫁，一个进了宫成了齐妃，另一个则嫁进了富甲一方的江南赵家。虽然姐妹俩从此天各一方，难再见面，但感情依旧深厚，时常有书信来往。可就在赵家出事前几日，老奴和齐妃娘娘去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听见了太后和淑贵妃的密谋。太后，你我同为乌娜家族的人，你更是我的亲姨母，只要我儿当了太子，便也是您的荣耀啊！为了争夺太子之位，已经害死顾大将军，现在还要害谁呀？顾大将军临死前将他的孽子送了出去，送到了江南赵家。只要我们将赵家满门抄斩，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赵家，那不是我妹妹家的人家吗？走。齐妃娘娘当时便想写信通知赵家，信才刚写完，就一帮贼人闯入宫中，见人就杀。老奴当时在小厨房为娘娘熬药，这才躲过一劫。等老奴出来时，娘娘她已经……娘娘，齐妃那个天生肥娇的老东西被顾桓之的人找到了。淑贵妃已经不中用了，乌娜大将军也被革职。如今乌娜家族只剩下太子了，无论如何，哀家也要让他登基，才能延续我们乌娜家族满门荣耀。若是太子害死顾大将军的事儿，不能被他们知道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哀家心狠手辣，送他们全家去地下团聚。还在想太后的事？顾桓之，我怕太后会对我们的孩子动手。任何人想伤害你，都需要经过我。顾桓之，还好有你。扣扣，这种可不。孩子还在呢。可我怎么记得《首府娘子》的作者向来胆子很大？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。不知当年如果没有查封此书，娘子还想要写什么情节？告诉夫君。大人，宫里头出来的密信。太后动用了她在京中潜伏多年的顶级死士，这也是乌娜家族最后的底牌。我们安插在宫里的探子说，那帮死士好几次想动手，但是因为这些日子您防备严谨，并且寸步不离地陪着夫人，他们就没敢轻举妄动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。班朝醒了。快闭上，天凉了，外面风大，你先进屋。夫君，念安也是我的孩子。夫人，你方才说将计就计，现在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若他们一直不动手，我们就一直提防，一直担惊受怕。不如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，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启禀太后，顾桓之上朝后，
被皇上留下懿事，今夜将在宫中留宿，至今未归。这正是我们刺杀赵扣扣母子的绝佳时机。哼，顾环之爱他如命，哀家倒要看看，他心爱的女人和孩子死了，他这个不可一世的首辅大人会不会就此崩溃？动手！动手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以为我应该怎么？情报有误，兄弟们撤！扣扣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把他们都引出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你先回屋。夫君，你千万小心。去死吧！住口！夫人，大人他伤及心脉，失血过多，老朽已无能为力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先退下吧。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去杀了他，好不好？顾焕之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要保护我一辈子吗？你不能食言，我求你了，你醒醒好不好？掌心的泪，我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只手到地老天荒。怎么舍得丢下你？你要是敢丢下我和你，我就带着你喊赶嫁，让你在地府当个富贵，永世不得安宁。明天会怎样？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臣顾桓之恳请重审20年前江南赵家灭门案，与顾大将军战败殉国一事。这是为啥？是啊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？这谁呀？这是？不知道。
婢女参见皇上，请皇上为齐妃娘娘伸冤呐！朕记得你是伺候过齐妃娘娘，齐妃是得了顽疾走的，何来冤屈？齐妃娘娘根本就不是什么顽疾，她是本淑贵妃和太后杀害的。这就是因为听见他们密谋买凶、灭门赵将、追杀首辅大人啊！我这里有证据。是啊。一派胡言，都是污蔑！皇帝，你要相信母后。父皇，顾怀之意图挑拨分裂我城皇权，岌岌可诛啊！父皇。这李将军，你不是跟顾大将军一起战死了吗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当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一直苟活着，就是为了今天把带有太子宝印的通敌密信交给皇上。可这，这种人呢？太子通敌叛国，陷害我朝忠臣，除去皇家玉牒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太后德行有亏，祸乱朝廷，即日起迁居幽宫，终身不得踏出半步，余党尽受收押，严审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王陛下，臣的前半生为国为仇恨而活，身心俱疲。如今大仇得报，国朝安稳，臣恳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卸甲归田，待妻儿归隐。臣的后半生，只想为家人而活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不孝，今日才来，大仇已报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细数源于心从此，共度归于何处？心生缘起，骗人间无数。初心安固，此生不负。Coco，我还没娶你。你不是已经……明媒正娶。八抬大轿10里红妆，把新娘从娘家接进门，才算娶。说好了你是新娘，路都要我抱着走。阿娘，快抱抱我！阿娘抱抱。
怎么了？你把他抱进来。他走了，玩去了。良辰美景，夫人说点吉祥话吧。那就愿夫君子孙满堂。不要这样，还挑三拣四上了，若是神仙听见，怕是都要拂袖走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愿我和夫人白首永结。你这话太生硬了，哪家神仙听了会保佑你？不用他们保佑，因为这是我许诺给扣扣的。心有所向，日久月深，有星河作证，月亮作文。月依旧圆，时过有境迁，唯独你没变，写一首不朽。后来，首府娘子、首府大人幸福的在一起了。大黄，大黄乖，大黄，来，这可是我亲手给你做的项圈。在暖风中蔓延，和你眼神交接，胜过万语千言。那我的呢？我也很乖，怎么没有奖励？你又不是小狗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呀，来，娘给你擦擦汗。走，娘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啊，大黄，你的项圈呢？怎么在你那儿？夫人偏心。什么偏心啊？这是给狗做的。白日里你摸了它许久，还夸它乖，还给了它这个，可我什么都没有。怎么，你连大黄的醋你也要吃啊？夫人，你看，现在我戴上了。指尖撩动好光景无你。现在我也是小狗，你有什么奖励吗？翻云覆雨不忍心，坠入夜空沉溺。恍恍惚惚陷入这迷离。